我可以开始吗？我一直在 ready， 你没看吗？如果没有 ready 是这样，我 ready 是这样，你要懂我心吗？凤姐这几年就是最年轻结婚生子的艺人就是她了。是，他又年轻，所以可以说是我们艺能界里头年轻帅爸的代表。全听你说。你看走路同手同脚，怕到这样。Hello， 凤姐好 ，Hello， 大家好。干嘛那么客气呀？不是90度的礼啊？什么90度？坐。哇！OK， 我真的很紧张，因为很少上谈话节。我上姐姐的节目，你会担心吗？你知道我很疼你，right？我知道，但是我看了前面几期的，我还是觉得会紧张，因为我怕我自己词不达意。你现在就很词达意啦。你就是很会讲话，你是怕你讲错话。是。那讲错话就是你的特色啊。你看，你都这么说了嘛。你看我后期看到你就是，凤姐，郑荣大哥，就太有规矩了。然后节目制作组也很想看到我口中说的跟当初的那个徐彬。当初的那个徐彬，你之前见识过的那些徐彬，我都讲我见识过了。OK， 我觉得其实更多方面是因为跟了大哥之后。对吧？然后很多时候你就是有那个马脸的样子。Sorry， Desmond，Sorry， 你不在我只敢这样欺负你。我觉得他教我们了，在这个行特别是，很多时候你需要去尊重，需要去敬老爱幼一点，对吧？上次这么说，就是需要打招呼，太拘谨了啦。你先吃一点东西，你先吃。我喝杯咖啡。这咖啡是为你准备的，谢谢。这是名牌咖啡，加一点糖。 OK 那我先关一下手机，有震动。就跟你讲，这个节目很自然的。Very nice。你吃一点东西，这是你要的。我终于看到这个杯子了，因为每个艺人都会来看一下这个杯子。你要我可以送一打给你。吃一点串烧。你喜欢吃这些啊？串烤。我蛮喜欢的，因为我太太也很喜欢，被她带出来的。你最近瘦很多哎。前一阵子生病，前一阵子中了 dengue， 躺几天？躺了快5天吧，然后再休息5天，然后再回去开工。第一天开工是什么？其实我 dengue 刚好的第2天是去过江新娘的 press conference 记者招待会。徐彬跟宣婷就因为这部《过江新娘》，哇，1年之内一夕爆红，整年度大家都在谈你们，感觉怎么样？很爽。听说你那时候还有问过选雕说，你觉得这部戏会红吗？选雕斩钉截铁跟你讲，一定会红的。是，然后就你哪来的信心啊？你还没有感觉到是吗？我觉得还可以，就是可能不敢给自己给太大的希望，免得自己到时候失望更大。所以就觉得自己 OK， 我尽我本分做到最好了，然后剩下的天天由命，就一直给自己有保留。在这个爆红之间呢，你有看到什么样的涨高吗？比如说粉丝人数涨了多少？我还好，选挑比较多，我大概有1-2万吧。你本来就很高啦，人数有多少？230。很高哎，还好。你看你大哥做那么久都做不到，不要这样子啦，一直想要，好可怜呢，大哥好可怜。这样跟郑荣的玩笑，因为好朋友才敢拿来。我知道。做比方，所以就涨了很多。然后走在路上呢，会有人家就是说哥哥，叫我哥哥。哥哥手啊！哥哥起来了！哥哥起来了！你别激动啊，他是病人啊，下。所以已经看得到人气然后网上的那个谈论点也比较高，所以我觉得替徐彬特别开心。那今天还是要特别来聊一下，就是在我心中，我觉得徐彬一直都很好，可是他一路走来可能不被人家了解。徐彬弟弟他在11岁的时候就跟着妈妈来到了新加坡求学，所以你11岁来，那时候你是被骗了还是自愿来？被骗了。OK， 那时候那时候是我在读中学，在中国读中学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早进小学，所以我就比人家小了2岁。我11岁读初一，别人都13岁，我11岁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你？因为我爸妈着急，不懂为什么给我这么早去上学了。你是家里独生子妹妹还有一个妹妹，还有一个妹妹。所以那时候我读的时候成绩就不好。然后我妈就觉得她就想到我的未来，就希望可以去一个更好的环境去让我去学习。对，所以后来就跟我说去看我新加坡的阿姨，
然后在2001年的5月20号的8点20分，你还记得为什么因？为被骗了呀，所以我很记得的那一天。为什么你会对那个时间点？也是你第一次出国对，第一次坐飞机，坐飞机？对，然后那时候在上空看到新加坡夜景的时候，哇，就好漂亮哦，就完全就是一个就是第一次去到国外那种感觉，还没下飞机就已经很兴奋很开心了。啊，对，然后下飞机之后，然后晚上到家里之后，到阿姨家，然后就说准备一下早点睡觉什么的，明天要去学校，当时就有点崩溃。不是御花园吗？不是圣淘沙吗？你的那个潮人攻略。后来我妈那天晚上跟我做一些心理的一些辅导啦，就是说其实就是为了你好啊，什么什么之类的。那你听到的时候，刹那间只是听，没有反抗，没有问。我其实是一个很两度极端的人，不懂是不是因为我是双鱼座和 AB 血型啊，所以有时候可以两面化的，所以那一下子我也不懂为什么，可能也因为当下被这个吸引住，哇，这个地方好漂亮那种感觉，哇，这个地方一定很好，所以就被他说着说着就 OK 了，那就试一下咯。那时候阿姨在那边是妈妈的妹妹，跟谁在这边？我阿姨是30多年前嫁到新加坡的。所以你们就来投靠阿姨，就是阿姨家。就我妈那时候就在国内就联络我阿姨，就说能不能就是帮她做一个就是这样子的留学来这边求学。OK， 我阿姨就帮忙， OK 然后就找好学校了。然后你第二天你去学校吗？还是去学校测验？学校做语言测验？没有做考试，数学、英文、华语。对。那你会吗？我不会。你会什么？因为我只会 A B C D E F G。结果给我一张卷子哎，然后我当时考的时候我就哇完蛋，然后不过幸好有选择题哦，乱来就乱来了，然后就随便填写，然后完了之后当天就马上得到成绩了，我考9分，满分是100， 9分是猜中的，猜中的。你会的英文是什么？那时候会的可能就 TV， 我还不会 television 哦，是 TV fridge。不错啦，不错。就这种 apple、banana 这样的东西，你知道吗？你在动物园学的就没有就刚来新加坡那一下，就是可能稍微捡几个，就是那时候学校是不收的，因为我考得太差了。然后我跟我妈就很伤心，就2个人就垂头丧气的要走出校门这样子，然后就碰到了我人生第一个贵人。所以你生命中第一个贵人是谁 Madam Lim。Madam Lim 是你的小学的校长。OK， 他那时候走进来的时候，我们不知道他是校长，我记忆力不太好，但是他就聊了简单几句，然后他就跟我妈说，我看这个小孩子，我觉得他的眼睛给我感觉特别聪明。你从以前就靠美色来，大家原谅你，好讨厌啊！以前就帅了吧？还行。OK， 就小英俊吧。小英就看着觉得说很机灵这个孩子。对，然后他就问我说，你会说什么英文单词啊？我就 TV fridge， 然后他说哎呦不错哦，就这样子，他就感觉可能是因为那个互动，然后我那时候也想争取一下，我看我妈这样子，哦，挺好的。想争取一下，就跟他聊了之后，我就想要展示自己这样子。I know TV 就开始说这样的东西，然后结巴巴的，但是信心在的。所以你很大方，你一直都是大方的一个孩子，挺大方，没有让你受到一些什么挫折，觉得还好。有啊，后面有一些了。后面 OK， 所以校长就说，我觉得我愿意给他一次机会。你其他科分的分数好吗？还不错。那就是真的也不算特别破格，因为你其他科目是不错的。啊，对。然后校长收了你之后，就让你降到了小4。那你一定格格不入啦。哇，很辛苦啊，痛不欲生。为什么？我在上课的时候，我是那种一脸茫然的。就汪，很多字母在飞来飞去，但是我不懂他们在说什么，然后就在那边发呆，对啊。那怎么办呢？然后老师就安排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3好学生在我旁边，华文要很好，然后英文也要很好，其他方面都很好，就是不需要照顾的，就他可以就是可以自己照顾自己那种，成绩也会很好的那种学生，在我旁边专门翻译。为什么老师对你这么好？我不知道所以我说可能是校长，他会不会就是跟老师交代一下，就是说这个学生，我觉得他有机会，所以大家就帮他这样子的，所以真的很感激当时的校长。
所以在那一段学习的时间，你用了多少时间来适应1年， ？1年的时间。这1年当中，你怎么样让自己 pick up？详细一点说的话，是那时候每天背30个单词，然后每天写一篇日记，全部是英文的，然后每个星期天考你这整个星期学的东西。这是老师给的还是？没有，唯一给的。哦，很好，OK 对啊。他们就天天拿着藤条监督我的。哈，对，我基本没有童年的那段时间。最后你是怎么样开始融入到本地，融入到新加坡？在1年之后吧，我渐渐的英语追上水平，就是可能可以达到及格线。然后那时候就跟班上的同学可以就是正常的沟通，正常的玩耍。那时候是慢慢开始，觉得自己是这个社会的一份子了。这个学校，这个班级的，我是其中一员。打开了之后，融入的朋友圈都是喜欢玩的。OK， 自己觉得自己行了，然后考试都会做了，然后就觉得自己厉害了。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子，就是不行的时候就拼命，然后行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成绩的时候就有点点骄傲自满这样的，然后就开始OK 了，那我就应该没什么问题，就很放松心态，然后就开始玩。你的玩是怎么玩？还好啦，小孩子就对，打篮球啊什么之类的。对，然后这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当时这个篮球我又比平常学生都稍微大1岁嘛，然后又比较你也没比别人高一点啊？没有，那时候是高的，OK， 那时候算高，然后就带领了一群小朋友，就是大家都喜欢跟我玩，就有点点 leader 的感觉，然后那时候就找到一些自信回来。一个初茅庐哦，来到他乡变成小留学生，最重要的我觉得就是刚刚徐冰说的，感谢校长的一个提拔之恩呢，让他在门口看到这个精灵的小孩子，所以你对他是那种感激万分就对了。他是你最重要的一个辗转人生的重要的人物，算是最重要的。之后的在学校的生涯里头，有再继续跟他有交流吗？还是我其实这一点蛮遗憾的，就是我毕业之后我一直没有去联系他，20年了。20年了啊！其实就后来出社会的时间太匆忙，但是会让你回头想，是因为你长大了。以前叫你想，你可能也想不到，没有去想。然后就是后来慢慢的，最近慢下脚步的时候，我就偶尔回想的时候，哎呀，然后一直提上心头，然后又放一边，提上心头又放一边，然后一直耽搁。我觉得如果时间到了，还是可以找一下校长，表达一下你的这个知遇之恩。是。然后我们再来讲，就是徐冰来读书的时候，一直陪伴他的最重要的人物啊，就是他说他生命中的贵人，其实就是一生中的贵人。徐妈妈，你的妈妈，我觉得她很有远见，没有她当时这个决定，就没有我，今天在这边生根。也很勇敢，父母亲都要对这个孩子够勇敢。对，她当时其实做这个决定的时候，她很果断。他那时候有做一些生意，然后他全部脱手，全部卖掉，然后把那个钱筹起来，然后把我弄过来。为了你，他甘愿来这边做什么都没有的女人。对，他把将来都赌在你身上。是。他就看你这样，他心头是怎么想的？想妈妈了啊！当了爸爸想妈妈，想爸爸。当年是很不应该是吗？太多的后悔。当年很多啊。先说一件事情，那时候就玩得很晚，然后玩到1、2点的时候，他开始打电话了，然后就不接电话，一直玩，玩到5点才回家。那时候为什么会这样子？是因为我自己个人觉得，是因为我前一段时间是一直枯燥无味的读书，那突然我就有时候碰到一些朋友，他们怂恿或者之类的话，开始好玩，就发现到就像被关了很久的小鸟，突然有一个开了个小门给你，你就暂时飞出去一下子，然后不接电话，然后到5点到家的时候，他就坐在沙发上面等我，开门起开门，他灯全部开住，他坐在沙发上面然后他这边哭，然后他就过来直接给我1巴掌，因为我把电话关机了。太过分了，你们懂父母的担忧吗？对，因为电话关机了嘛，以为出事还是怎么样，5点了。然后对于一个
人生地不熟的妈妈，她在这边她什么都不会，教育是你在学。对，然后那段时间，其实我读中学嘛，然后那时候我成绩也开始降，从 Express Class 调去 Normal Acad。那段时间，其实他已经背负了很多很负面的一些情绪了。其实那天他还打了我蛮久的。你就被挨打，知道错，给他打。衣柜里面的衣架，那种塑料衣架，打了一地都是断的。你只能打。那还好你没还手。我说了一句话，我打了受不了了，然后我去厨房拿一把刀，你用这个，不要用衣架了。如果是我儿子怎么办呢？然后你妈妈怎么办？就这样哦，然后就去房间了。你吓你妈，你让我受不了了，被打了受不了。那你妈被你吓住，被你唬住了。那一件事情之后，他再也没有打过我。后面发生另外一件事情，就是他后来要回国，然后就留了一笔钱给我。那时候我是放飞的状态，就是觉得自己终于解放了，就终于没有人管了，我自由了，然后就把钱全部挥霍掉。呀，短了1-2个月时间就花掉他那个多少钱？2、3万吧。他打算要让你花多久？他应该是有打算给我花个半年、1年吧。你是故意的，还是你真的是没有办法？我没有金钱观念，我是那时候就是还读中学，然后那时候就觉得我突然之间有这么大笔钱。你把钱花去哪里？吃喝玩乐，请朋友。妈妈知道这些东西的时候，她的反应是什么？我就说没有钱了，打电话跟我妈，我妈当时在电话里面哭，也没多说什么。就真的讲不出话了，该怎么办？讲不出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家里不再给钱，供养不了你，你觉得会怎样？后来就没给我钱了。那怎么活呢？那时候就叫我阿姨每个星期给我基本用费，然后那时候还是没有节制哦，然后就发生了一件事情，让我这辈子也是留下非常深刻印象。这样，就是因为没有钱吃饭，然后就跟几个朋友就去楼下的面包店，就跟安迪说：“你这些面包，反正明天不能卖了，然后能不能就是便宜卖给我们？我们把这些面包拿回家。”然后我们那几天都是吃那个面包。所以你现在回想起来，那段时间他们做的是对的，还是？我觉得对的，因为这整个过程中，后来我学会了怎么样去好好的分配自己的钱，不让自己再沦落到这个地步。爸爸有没有打过你？打过1次。爸爸动手还得了？不得了，关在厕所里面2个多小时，跳绳的那个绳子抽你？抽，我在浴缸上面跳啊，然后我妈在外面一直敲门，抽你2个钟头，那你出来不是整身？全身都是一条一条的，打过我1次，一辈子打过1次。那你干了什么事？偷钱。那时候我爸他的柜子没有关好，爸爸的错，爸爸没有说啊。然后我就去开柜子，我就拿了1张。所以这个教育你觉得是好的？这辈子这件事情我从来没有再做过了。也是，但是当年可能父母亲的那些教育是对我们稍微下手比较重一点。对 ，OK。然后我们在谈过了这个徐冰妈妈这个贵人之后，然后徐冰从小就有这个明星梦。那又因为被一些朋友他们怂恿，增加了我的自信心。他们怂恿说什么？因为我在上课的时候，我很讨厌的啊，就一直唱歌。我是同学，我会觉得这个人这么不要脸，一直在那边唱，一直唱。然后当时为什么又有这群朋友一直跟我说，哎，唱的还不错，所以我就更加会唱了嘛，就在班上唱不停，然后就以为自己唱歌真的还不错。然后他们就说，哎，去参加校园 Superstar， 第2届要来了，快去，我们支持你。然后就去了。这一点就很可爱了，你看，就是傻里傻气的哦。所以你去了之后，你一开声，觉得自己怎么样？还刚开始的时候还觉得不错哦，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听到大家的声音，海选 ，OK， 听到的都是普罗大众的嘛，大家都在海选啊，这个那个一定没有机会了啦。
你真的很帅。为什么姐姐那时候没有看到你啊？如果看到你，我就不会让 Desmond 找到你，马上把它藏起来。第一个我就在门口拿 plastic 这样，轰！你真是帅嘞！你看你走路，其实我那时候就有点郑容早期的感觉。是有一点，有，远远看就是那个脸哦。你那个时候在参加校园 Superstar 的时候，听说还被制作人给你一个小称号，小吴尊，真的很可爱，真的很可爱。但是唱的不是最好的，唱的是最烂的。第几个被淘汰？20强第一个被淘汰，我觉得真的是不是靠实力进20强了，这个我得坦白说。后来因为真的参加比赛之后，才发现到自己的唱歌真的不怎么样。可是以你这样的长相，你虽然没有入围到前面的那些名次啦但是你也是在校园 Superstar 惊鸿一瞥出来了，人家看到一定有人来找你 casting 的嘛。哦，对，我记不太清楚，但是我大概是2部戏，一部戏是《天降财神》，然后另外一部戏是《黄金路》，对。叫你去演什么？黄金路好像是要我去 cast 还不是演去 cast，不懂是南星大哥还是冰辉大哥的小时候，当时是拒绝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当时的李维尔。你讲再小声，你大哥都听得到。就当时年轻的时候，谁没有过去嘛，对不对？当时的一个决定然后也在读书吧？读书不就没有去接下去？就很多年就没有这方面的交错，除了跟许正荣。多久才开始正式的一些衔接上？那时候我在读Poly 的时候，然后 Poly 的时候是在实习。实习的时候那段时间，然后郑容有一天就突然打电话给我，就跟我说他想拍一部电影，然后跟我聊了两个小时的电话之后，就跟我分享人生的选择点。他常常做这个，很厉害。你的人生路下面是 A、B 哪一条？跟我分析完了之后，然后就跟他说好，那我就 try 一下拍电影。郑容就跟你讲，想要拍这个《那年夏天》，《那年夏天》是也算是他的第一个自导的一个作品啦。那应该蛮快乐的一个经验吧？很快乐，因为很多人第一部就压力很大，可是你们跟大哥在一起，而且你们都在海岛完成。对，在海岛完成。那时候我在 warehouse， 在仓库里面，那时候因为太胖了，就要我减肥，所以我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就减了大概8公斤，我忘了是8公斤还是10公斤。那时候是怎么练的呢？是在仓库里面，然后拿纸皮，然后把纸皮铺在地上，在边做 push up， 做 sit up。就是人生第一次为了事业前途真正努力了。对，为了事业前途而努力的。可是第一次当演员，你会演吗？尤其碰到 Aloysius 他演技派的，他那时候也不会，他那时候也不会。OK， 所以那时候我们几个基本上都是菜鸟。那你那时候拍戏的时候，感觉好玩吗？那时候还行，就是可能会有 NG 会怎么样，但是毕竟都是大哥这些自己很熟悉的一些人，所以压力还不算大，所以整个过程当中是非常愉快的完成的。那时候就觉得是可以当演员啦。对，就觉得自己演员其实也不过如此呀，感觉很好。再加上以前常常电视上面看电视的时候，会觉得他们讲这个台词做这个表情。我也可以没太多难度。对，然后这个东西呢又拍得蛮舒服，是 NG 的一些比自己想象的一些东西有差异之外，但压力各个方面少了很多，所以还相对来说是开心的，是愉快的。然后之后就因为这部戏就开始引荐进了电视圈了，就人家知道说，徐冰超人物已经开始要进入演艺圈了。对，后来就新传媒就给我一次机会，去演了我们等你，那个是我的算是个特约的一个演员的一个作品，因为戏份很少。听说你表现也没有很理想，该哭的时候不哭，不哭的时候哭出来。那时候完全不懂，然后再加上身边也没有人来跟你提点。然后我记得那个非常非常印象深刻的一天，就是我第一天拍我们等你，然后那一天就要拍哭戏，然后在医院的一个走道还是什么的就要跑。然后
我记得那时候我感觉自我非常良好，演完那一段，我拍完之后哇哭得稀里哗啦，我觉得我感情非常到位，这整个的整个戏出来一定很好看，会红啊！就很满意嘛。第一个镜头兴致勃勃的，然后拍完之后，然后在那边休息，导演突然走过来，哎，徐斌，刚才那个镜头表现得非常好啊，不过刚才那个是个大外 shot， 我们现在要拍一个 close up。我说什么是外 shot？ 就是刚才那个镜头可能拍的只是看到你整体这样爬过而已，看不到脸的。看不到脸的、啊，那我刚才哭，看不到，哦，那你再来一次，我们现在拍你脸哦，哇，我当时是崩溃的嘞。但是后来，其实我们需要知道的就是说，你要知道这个镜头需不需要给的那么多，就一直这件事情懊恼很久。你有没有看当初的片段？凡走过，必留下痕迹。Oh my god！ 真的是跟Alvin的。我已经在挤了。就你哭出汗来，哭汗。俊良，哭吧。哭出来，心里会好过一点。我哭不出。其实我看这段的时候，我感触和现在很不一样。怎么说？所以我会觉得，我从这边我会看得到当时对这个东西的渴望。虽然我做的不好，但是我感觉得到我对这个演戏这个东西当时是非常积极的，热忱，眼睛是坚定的呀。所以这一点，我现在看到的不是在看戏了。我觉得我戏烂是本来就是烂，可是你不能这样形容自己，什么烂本来就是就是烂。烂嘛，就是戏牌就是烂嘛，就演不好嘛。其实你那时候会觉得说，真的受到挫折，因为一开始你会觉得演戏真的其实没有什么难，以为很容易，就像你当初看其他演员这样，对。后来就觉得他技术含量很多在里头。是，这部戏其实还好，因为大家都蛮给我机会的。因为第一部戏，然后可能像你所说的样子有加分，然后大家体谅我 ，OK。然后到了第二部戏的时候，那时候不是第二部，第二和第三部的时候就演了主角，然后那一部戏是我哪一部？小小传奇。当时我是主要是因为戏份很多，第一次单主了。对。然后还是很嫩，完全就不懂，还是不懂，没有开窍这回事。那时候已经是八公子的后期了吧？没有啊，还没有八公子还没成立呀。哦，对，就那之后才八公子啊。是。哦 ，OK。然后当时拍摄过程当中呢，其实有几次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，这导演他对我挺失望的。那是。抓头。點會咁樣啊？为什么这样啊？就是这样子的那种。你觉得他对你的什么要求？什么？你犯了什么事情？我没有犯了什么事情，就是我演不好了。然后我是那种只要有外界更多的压力、更多的让我没有信心的一些因素，我就会完全一片空白，直接是完蛋了。然后就20个 day、30个 day、20个 day、30个 day。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听说了。哇！然后我自己怕去拍戏。我回到家之后，我拿着明天的剧本，我背得很熟了，但是我还是怕，因为我常常发生，就是我去到现场，我忘了一干二净，因为在压力下。你那个时候是怎么样？就是说，忽然间对拍戏有了另外一种了解，就觉得不是想象中的简单，又没有当初的纯真，对，含杂太多的情感了，完全是混乱的。然后就好想对拍戏有恐惧，就隔天 call time 6点明天可以不去吗？那种感觉，就怕，不是我怕我去做工，我是怕我做不好，我是怕被在这种压力下面我表现得很差，然后那么让大家失望，看到大家的那些失望的表情，我觉得很愧疚。大家相信我，让我演这部剧，对。到后期的时候，我才真正觉得我自己稍微有一点点开窍的是《入侵者》。那你大哥设定了禁爱令，你也没听啊？有听，只是没有明显的去让他知道，就是隐瞒了。我觉得我欠他太多了，我希望我可以做一个好老公来弥补了。
你也可以上 Millicent 免费随心选听，全听你说加料版。